和大多数旅游胜地不同，龙楼的游客更像大海的潮汐，蜂拥而至，又疏忽散去。海滩上游人稀少，人们都在养精蓄锐，等待夜幕降临。我就喜欢那个运动的走过去，这样那个也可以路上想一想问题。距离长征5号遥2火箭发射还有不到12小时，黄斌还是按照老习惯走路前往策发大厅。接下来的时间，他基本上要保持坐着的姿态。我们那儿出了天大的事情，你可能都不能够轻易的离开自己的岗位，水也不让带进去，只能偷偷跑出来，喝那么2口水。7个多月前，在同一个座位上，黄斌亲眼见证了长征5号的第1发遥1火箭首发成功。这一次，他感觉要踏实很多。包括地面上的所有的准备工作，整个的加注测试准备过程都是正常的。应该说，遥1和遥2之间啊，它本身的状态变化就不是特别多。有了遥1的一个飞行的成功之后，从我们的那个认识上来讲的话，遥2的飞行的成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切都井然有序，顺顺利利，甚至完美。6、5、4、3、2、1，点火！夜空中，长5火箭巨大的身躯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成功。好激动，我好激动，我好激动！海滩上的人群刚刚开始散去，策发大厅的气氛却突然紧张起来。大屏幕上的速度曲线、高度曲线，在300多秒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发现它偏离了。那最初的时候还在相信，我们已经飞出了那一层，我们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时刻。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偏离呢？地面上没有任何的一个措施，那你只能看着它，很无助，确实很无助。我们站在那地方，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本台消息，7月2号19时23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5号遥2火箭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长征5号遥2火箭的意外失利，导致原定当年年底执行的嫦娥5号探测任务被迫延迟。这是55年来王卫兵最煎熬的一个夜晚。对于挫折和失败，王卫兵早已习以为常。但这样巨大的打击，还从未有过。连夜判读出来的遥测数据显示，正是其中一台氢氧发动机骤然停止了工作。当时觉得不可信啊，整个参数在出故障之前都特别的正常，没有任何先兆，就相当于一个人突然一下休克了，很平静的就没气了。所以当时特别不可思议。7个多月前，长征5号遥1火箭的发射过程也几经波折，但结果是圆满的，发动机的表现也堪称完美。可这一次，同样的发动机，为什么就突然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在我们地面试车过程中试了那么多次，有炸过的、起过火的，但从来没有说干着干着熄火的，国外也没有，从来没见过这种，所以当时也是想不明白，怎么可能呢？
带着无数的疑问和不解，王卫兵收拾行装，匆匆赶回北京。等待他的是漫漫的归零路。北京南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这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火箭研发机构，是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大家族大多数成员的诞生地。60多年来，这里创造了无数的荣光。但这个夏天，整个火箭院都笼罩着压抑，空气中弥漫着焦躁和不安。作为长征5号的总设计师，李东当然很清楚，航天事业和高风险如影随形。一旦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注定了要和挫折和失败相伴。一次成功不能代表，甚至几次成功、若干次成功都不能代表最终的成功。国际上、国内上都出现过，有些火箭发射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还会出现问题。但不同以往，作为目前中国运力最大的新一代火箭，长征5号是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它的实力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接受。我最早2000年开始就搞这个项目，20多年就是专注于干这一件事情，所有的个人的这个知识啊，个人的热情啊，所有的时间啊，都倾注到这个型号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是看着他一步步长大的，内心承受那种压力，对事业、对国家、对人民那种内疚感的那种沉重的负罪感，可以说压迫着航天常务队伍的每一个人。探月工程、火星探测、载人航天，一大批国家重大项目都在期待着长征5号火箭。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痛苦和眼泪，排查事故原因迫在眉睫。但是遥2火箭的残骸已经坠入太平洋的海底，故障现场无法还原。10几万个零部件组成的火箭，光发动机的零件就超过5万个。从哪里入手呢？归零，一切都必须回归原点，从零开始。文昌归来，王维斌越来越多的时间都是待在试车场里，这里是他和他的团队归零工作的主战场。打开2号储箱，增压隔离阀。试车是检验发动机工作状态最直接的手段，只有从试验中，才有可能找到遥2故障的蛛丝马迹。自从2001年液氢液氧发动机立项以来，20年间，王维斌已经数不清在这间控制室里熬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了。但刻骨铭心的是每一次失败。2012年，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一次例行试车，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个走到这个180多秒的时候，它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常，然后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爆炸，整个这个试车间一片火海，就到现场一看惨不忍睹，整个发动机就烧废了。王维斌没有想到，一连串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失败，再失败，还是失败。32号，关闭清箱空气货。没有选择，没有捷径，只能继续试下去，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艰难地摸索。
你这个靠风险是弄不准的，只能去靠试。我们行内有一句话，就是发动机是试出来的，玩了命的试。就像咱们一个车似的，你把这油门踩到底，在沙漠里开，在坑坑洼洼的地方开，就保不住环境。整整2年，付出了烧毁4台发动机的代价，王卫兵团队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我们国家氢氧发动机啊，就完全是独立自主研制的，因为这个东西你买是买不来的，你只能靠自主创新。尽管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是呢，作为一个航天大国、航天强国，就这个关你必须得攻克。现在，王卫兵必须攻克另一道更大的难关，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遥2火箭的故障原因。而攻下难关唯一可靠的，也只有这个笨办法——试验。过去每次试车，大家都期待顺顺利利，别出故障。这一次，他们反倒希望早一点出现那个令人揪心的故障。但一次次试车下来，令人不解的是，故障就像个幽灵，神出鬼没，和研发团队玩起了捉迷藏。这是个随机的，你可能不采取措施，你再试一台，它又没事了。这个幽灵啊，时隐时现，试验结果是时好时坏。一试好了，你以为是你这个措施有效了，实际上呢，那个幽灵它可能那次啊，它就没出现，这样就容易误导，影响你这个判断。明明知道幽灵确实存在，有时候甚至看见了，却总也抓不住，这让研制团队心力交瘁。那段时间确实大家都比较焦虑，一个是技术上啊埋得太深，一般的知识和理论啊，当时啊都支撑不了那种现象。理论上解决不了，那就靠实践来解决。问题埋得深，那就挖得更深。经排查模式，团队就制定了54个，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测试，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排除。试验、分析、设计、改进、生产，再试验，再分析，再改进，循环往复。那是一段无比煎熬的日子。弄了个词儿叫至暗时刻，那段是最难熬的，每天都得12点以后。工程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都用尽了，这问题解决不了，那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你看不到方向。有时候觉得接近这个真相了，然后一试验了，又出问题了。每一个方向都不断的被否掉，都不断的证明它不行，这就要命了。探月、探火、空间站都在那等，航天就看长五，长五就看7发动机，就感觉在黑夜中摸索一样，不知道光亮在哪儿，不知道方向在什么地方。转机还是来了，地面试车终于复现了遥2失利的那一幕。发动机里的一个组件出现异常震动，产生了非常细小的裂纹，幽灵被抓住了。2018年4月16日，国家航天局发布公告，长征5号遥2火箭飞行失利故障原因基本查明。根据试验结果，故障原因为新1级液氢液氧发动机逆分机涡轮排气装置在复杂利热环境下，局部结构发生异常，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下降，致使发射任务失利。长征5号归零工作曙光出现，1个月后，另一项航天工程开始实施。
2018年5月21日，一颗重量仅1吨多的小卫星被送到距离地球40万公里外的太空中。这颗体态娇小的通讯卫星名叫鹊桥。鹊桥的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探月工程嫦娥4号任务进入一个新阶段。按照探月工程绕落回3步走的计划，2013年12月14日，嫦娥3号在月面成功着陆后，接下来的任务是由嫦娥5号完成回的任务。但由于2017年7月2日，长征5号遥2火箭的意外失利，嫦娥5号任务被迫延迟。比起嫦娥5号8吨多重的庞大身躯，3吨多重的嫦娥4号还不及嫦娥5号的一半。长征3号运载火箭就可以把它送上月球轨道。因此，嫦娥4号不受长征5号的失利影响，按照原计划正常发射。其实，早在嫦娥3号成功落月后不久，人们就对它的备份星嫦娥4号的用途展开了争论。当时实际上是有3种选择，一种呢就是不打了，就留在仓库里了；第二种呢就是打到哪儿去呢？想落在月球的南半球，甚至有人考虑我们落在嫦娥3号的边上，这也能显示出我们的水平控制精度很高啊。那么第3种选择呢，就是落在月球背面去。在地球上，我们从来没看到过月亮的背面。神秘的月球背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航天器在月球背面着陆。月背着陆最大的困难在于通信联络，地球上发出的电磁波无法穿透月球到达月球背面。但科学最大的魅力正是在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去这个陌生的地方探测，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以前没有得到过的一些知识和信息。我们也觉得月球背面是不是不太一样？不能说人家外国人没做过，我们就不能做。我们必须要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经过长达2年多的反复论证，2015年，中国探月工程决定赋予嫦娥4号一次大胆的月球之旅，登陆月球背面。但如何解决通信问题呢？唯一的办法是发射一颗中继星，让它作为中转站，连接起地球和月背之间的信号通道。放置一个中继星在那个地方进行绕飞，科学数据就通过它传回到地球，然后把地球的指令呢也通过它传回到背面的探测器和月球车上。2018年6月14日，中继星鹊桥准确到达预定地点。通过4.2米直径的伞状中继天线，地球上收到了来自40万公里外太空中的讯息。3、2、1，点火。2018年12月8日，嫦娥4号探测器按计划正式发射。23天后，2019年1月3日，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真正的落了一个实环的靶心，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落的地方。这是月球背面首次出现人类的创造物。无论未来还有多少后继者，这都是开创历史的高光时刻。着陆后仅1个多小时，世界第1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就通过中继星鹊桥顺利传回地球。随后，中国的第2辆月球车玉兔2号缓缓启动，走出着陆器，开始巡视月表。
在这块陌生的荒原，玉兔2号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发现和惊喜？嫦娥4号的巨大成功，给长征5号复飞团队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动力，同时也更增添了压力。2019年3月，改进后的发动机进入总装车间。长征5号的第3枚遥3火箭复飞指日可待。一样都是这个过程，因为虽然已经是第3次参加长征5号总装测试任务了，年近60的崔运依然一步不离现场，紧盯着每一处细节。说起眼前这些庞然大物，崔运如数家珍。2级呢，就是说长征5号是2级半的火箭，1级、2级是2级，助推我们叫半级。总装是火箭诞生前的最后一道关卡，崔运就是这道关卡的总把关人。40年前刚入行时，崔运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火箭装配工。40年来，他已经成为我国唯一一位参与了所有现役捆绑型运载火箭研制全过程的国家级技能大师。总装过的火箭超过70发，崔运也被誉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总装第1人。1档上升。然而，面对启用240多项新技术的长征5号，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一般的来说，研制一个火箭新技术不可能占用，因为占了这么多的比例，风险过大。风险增大了，安装难度也上了一个数量级，10几万个零部件必须一一准确到位，严丝合缝。任何一个微小的安装失误，都可能导致火箭最后的发射失败。而最困难的是，长征5号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箱子直径3.35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役在西昌发射北斗，在酒泉发射神舟，最大直径就这么大，就这么大。但是在我这儿就显得很小了，因为我前头有一个5米的比着呢。不但体积增大了，贮箱壁还使用了全新的工艺和材料。壁厚最薄的地方只有2毫米。如果把一个贮箱等比例缩小到一个鸡蛋大小，它的厚度只有鸡蛋壳的10万分之4，而且在装配时严禁触碰。这样的装配难度无异于在刀尖上舞蹈。首先一个难度呢，就是可达性。它5米直径，5米直径，我从这中间的站在底下到这个中间人孔2.5米，我就够不着了。你够不着了，你就没法操作了。凭借几十年对火箭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崔运大胆提出，只有旋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贮箱的整体旋转，就可以让站在梯子上也够不着的箱顶转到最适合操作的高度。绝妙的构思让大家茅塞顿开，但要让一个重达20吨的庞然大物滚转起来，着实不容易。在同事眼里，崔运就是为火箭而生的，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合用的工具仪器，就自己动手做；没有经验借鉴，就开动脑筋，靠智慧来弥补。上百次试验，无数次修改图纸和方案，崔运带领团队独创的旋转式装配方法终于成功了。现在，工程技术人员在地面就可以进行各项装配工序，
实现了多人多点同时操作，总装工作效率提高了2到3倍。我们这儿全是旋转装配，这是长5，这是中国火箭独创，在我这儿。距离7月份遥3复飞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崔运团队的总装测试工作也有条不紊进入尾声。按计划，各组件即将装箱发往海南文昌发射场。没有回档几分钟，尽快。越快越好。火箭1天没有发射上天，试车就1天不会停止。今天早上你在现场吗？4月4日晚上10点半，还在办公室加班的王维兵突然接到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试验参数有异常。听到这个消息，王维兵心里一紧。自从抓住幽灵发动机改进之后，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参数异常的情况了。我们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能带隐患去交付。这个是复飞嘛，事关重大。到后面高，高空啊，对，后面那个高空，最后那高空啊那一点。对，一个是振幅，你看一下那频率。4月6号开了一个相当于有关领导参加了一个会，他就决定把这个发动机把它分解检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这个损坏的地方。发动机拆开后一检查，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在仰涡轮的要害的一个部门又出现了一个裂纹。幽灵再一次现身，必须立即召回遥3火箭上的发动机。7月份的复飞计划再一次被迫推迟。如果当时这个现象没抓着，那飞行那就是凶多吉少了。堵住了巨大的漏洞固然值得庆幸，但团队立刻就要面对另一个大难题。下一步该怎么办？此时，遥2失利已经过去了整整21个月。外界的质疑，全世界的目光，让研发队伍陷入崩溃的边缘。难道是我们的设计方案先天不足？强烈的挫败感让设计师们开始自我怀疑。有人甚至提出重新设计仰涡轮发动机。这样走下来以后，恐怕产品出来需要2年，恢复发射大概要2年到2年半以后的，势必会对后续的多项重大航天工程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1年就那么1、2次，有窗口，一差就是1年。国家重大任务不能这么等。是继续向前，还是另起炉灶？究竟如何抉择？我们联合了全国各优势力量，进行了联合的攻关。2院院士以及中国航空船舶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了这个问题的分析。当时把航空的有一门学科叫转子动力学请来，可能原来不懂这些方面，我们也是跟教授专家请教去学，慢慢去武装自己。允许的话，你们各个组这个燃烧这个氢放发蒙。联合攻关卓有成效，研发团队的认知边界得到了扩展。必要性不大，就跟水到渠成一样，一旦你对机理认识有突破了，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选择方面，好多事情就不像最初那么样的艰难和困难。团队统一了思想，大家伙儿憋着一股劲，设计师们最终提出了加强发动机可靠性的优化方案。
短短1个多月，就再次完成了发动机的结构改进。2019年8月4日，再次改进后的长征5号液氢液氧发动机验收评审会在北京举行。虽然此前新改进的发动机又顺利通过了总共11次试车考验，但是这次集合全国航天领域顶级专家的评审会，分量显然不同以往。到了吗？我每次参加，心里都是挺忐忑的。失事如履薄冰，如履生烟。成功与失败只差一步，失败与成功只差一步，往往就差那么一丁点上。液氢液氧停止加速，发出第一警报。下午2点，试车正式开始。31号注意，启动。用作火箭新1级推力的氢氧发动机，上天后实际工作时间是500秒，而这次评审的要求极为严苛，3台发动机参加试车，每台走完2个循环，也就是1000秒。只有在1000秒里，3台发动机都没有出现任何瑕疵，才能考核过关。这个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达到了完全抑制这个震动的目的。精神上肯定是松了一口气，但是该干的活后面还得脚踏实地的，一点都不能放松。的确，这还只是一次中考。4个月后，长征5号将再次出征。到那时，只有把嫦娥5号顺利送上月球轨道，才算完成对氢氧发动机的最后大考。此时，月球背面，玉兔2号已经在极寒极热的环境中默默工作了265天。一大早，李春来就匆匆来到地面应用系统运控大厅。这2天那个数据在这吗？爸，我觉得你这人今天，玉兔2号将开始第10个月昼的科学探测任务。上一个月昼，也就是在第9个月昼期间，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的撞击坑中发现了不明胶状物质。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坑里面发现一个，就发现这个东西啊，亮堂堂的，这像玻璃的东西，就这个。这个月昼期间，李春来和他的团队要为玉兔2号设计出一条科学的行走路线，以便对这个不明物质做进一步的探测。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还有光谱，然后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转过来，在这个地方看也拍过它的光谱。李春来非常期待这一次玉兔2号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科学发现。事实上，在之前的探测活动中，玉兔2号已经为科学家们带来了大量的新发现。按照以往的认知，嫦娥4号着陆的区域，月球表面覆盖着大量的玄武岩，但是玉兔2号传回的光谱数据却显示，科学家们之前的猜测并不准确。不是我们原来想当然的是玄武岩的物质，它实际上是一种斜长岩类的月球深部物质，甚至可能代表月幔的这样的物质。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惊喜也好，困惑也好，意外的东西就是发现，就是首创，就是原创。
利用不断新发现的数据，中国科学家们已经获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人类对月背的认知，短短几年就超过了之前所有时代。但科学家们还远远没有满足。李春来更加期待的是在不远的将来，嫦娥5号取回的月壤。要真正的更好的认识这个自然界，肯定还是要有自我的获取数据的能力和获取样品的能力，这叫第一手的原始数据和原始材料。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揭开这个面纱，也非常期待这个月球样品能够到达我们的手上。2019年10月21日，总重量接近1000吨的长征5号遥3火箭被分装在40个集装箱中。2艘远望号火箭运输船整装待发。与此同时，北京，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5号遥3任务出征仪式正隆重举行。同志们，850天的归零工作和成果，证明了我们是一支不畏艰险、越挫越勇的队伍。我们一定能够夺取遥3任务的圆满成功。每一次火箭转运，都是航天城的一个节日。风雨降温也丝毫不能阻挡人们的热情。李东也第3次前来为胖五送行。轻松的笑容背后，是历经甘苦后的自信，是外人难以体会到的五味杂陈。我简单报告两句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火箭的第3发，我们编号叫做遥3，主要目的是考核所有火箭的改进措施的有效性。今天是这个火箭。每一张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这些笑容来自于900多天磨难后内心的充实和坚定的信念。夜幕降临，遥3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越临近发射嘛，这个兴奋劲儿和紧张劲儿，这是相当于2条线都在往上走，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经过了900多天艰苦卓绝的攻关，是非常期待能够通过飞行检验。盼望这一天啊，也盼望了很久。110加排联系，扣好。10、9。
点火的时候，那心情是一下子就跟火箭一样，我们瞬间就被点燃了。整个发射过程将持续2000多秒，这30多分钟，对于测发大厅里的每一个人来说，每一秒钟都是煎熬。速度器分离。每一次分离啊，都会很激动，但是那个摇上那一天，我们一直都很紧张，一直撑着。就临近摇还故障的时候啊，心里还真挺紧张的。过了，松一口气了。对，最后一看，这个大概500秒左右吧，关机。2级依次关机。2级关机以后，还有一次滑行1000秒，那是煎熬啊！这1000秒实际上它是一个惯性滑行嘛，这个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但这1000秒里头，我们就感觉好漫长啊，从来没感觉这么漫长。直到最后，星舰分离，准确无误，报鼓下的参数完全比较高的精度，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实在是绷不住了。当成功终于来临，曾经的磨难和曲折都为喜悦增添了分量。然而，他们欢呼的却不是个人的成功，而是共同创造的奇迹。从2017年7月2日到2019年12月27日，整整908天。这908个日夜，航天人把它称作至暗时刻。只有走过黑暗的人，才更加珍惜光明；只有尝尽了失败的苦果，才会倍感成功的甜蜜。明天整装待发，再次出征。谢谢。这个夜晚，1万多名为遥3复飞煎熬了908天的火箭人，终于扬眉吐气。王者归来，可以鼓掌啊！小朋友好，看电视了吗？开心吗？你们辛苦在家里辛苦啊，感谢你们啊，爸爸妈妈感谢你们，小朋友们。你家好激动的都说不出啊，好，感谢爸妈辛苦啊，拜拜拜拜拜拜。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哎呀，我们这航天人的家属就是跟着一起担惊受怕，成功了也是一起快乐在一起。幸福在一块儿，也都不容易啊。回到宿舍的李东，思绪万千，辗转难眠，写下了这首《青玉案》。复飞，怎堪回首说断剑，泪满面，肝肠断。风雨寒暑13年，一夕霜过，江东父老，愧疚无眼见。枕戈引胆900天，万般磨砺难尽言。今夜可感片刻闲。硝烟才散，举眸广寒，
何日月又圆。一个人呐，从事你热爱的事业，他不可能一帆风顺。说一个强者，不是说畏难退却，而是说迎着困难走。我摔倒了，我爬起来，我还要再跑。所以一个强者啊，他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泪仍然在奔跑。It's my dream, it's magic， 占领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每当你向我走来，告诉我星辰大海。盛开在黎明，从我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每当你向我走来，告诉我星辰大海。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能赶来，像星辰守护大海，不曾离开。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我眼中炽热的恒星，长夜里照我前行。